平安夜许愿，我不小心把圣诞三塔写成了撒旦撒坦。我穿着小熊睡衣，睡眼惺忪地打开门。第二天，一个有着赤色瞳孔的大帅哥敲开了我的房门。不是做梦。你许的什么破愿望？什么叫信女愿一生大鱼大肉，腰缠万贯，只求哪儿都大的男妈妈一枚？另外给我拿100万，谢谢。这是我昨晚睡前跟圣诞老人许下的愿望。我瞬间清醒，这是圣诞老人实现我愿望来了。字面意义啊，没想到圣诞老人这么帅哈。所以你愿意出卖你的灵魂给我？真的能实现啊？那我能再加一点吗？伟大的圣诞老人，我许愿世界和平，国泰民安，下辈子无病无灾。哎，圣诞老人是外国人吧？那你管我们这儿的事儿不？你找那个破老头干什么？他最多在你袜子里塞个布娃娃，那都是哄小孩的。圣诞节不跟圣诞老人许愿，跟谁许啊？你怎么还骂自己呢？原来你是文盲。你才文盲呢。Satan 不认识？认识啊，圣诞老人的英文。那是 Santa。哦，那我写错字了，打扰了。撒旦，好耳熟的名字。悬着的心终于死了，原来不是圣诞老人要来实现我的愿望来了，而是我召唤出了恶魔之王。那我把他关在门外。现在你知道是在跟谁许愿了吗？怕了，话都不敢说了。倒也不用很害怕，撒旦不吃人，哑巴了。操！这不是普通撒旦，这是一只本土化极高的撒旦啊！刚刚听他普通话说的那么好就知道了，甚至还带点地方口音呢。也不知道拉黑管不管惯，不会缠上我吧？柚子叶、大蒜、糯米、桃木剑、八卦镜、金刚经。把我加回来，把我加回来，把我加回来！保安，快来！我家门口。把我加回来，把我加回来，加回来！是什么？把我加回来，把我加回来，把我加回来！胆子不小，连我都敢扇。大哥，别搞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没有礼貌。如果你不把我加回来，我可以让所有接触你的人都重复这句话。这也太掉三值了。知道了。那撒旦大人，您现在可以回去了吗？这天也怪冷的，难为您跑这一趟了哈。你让我来就来，你让我走就走。讹上我了？那不可能的。要钱没有，不行你报警吧。我既然来了，必然要带走一些什么。大人是犯法的！我杀你有什么用？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哦。现在站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开门，钱在外面。你哪里是恶魔啊？您是财神爷啊！请受信女一拜。作为交换，你的灵魂归我，从此我就是你的主人了。主人，我是你的安妮。你接受的是不是太快了？
你叫 Annie， 这有什么不能接受的？不过丹丹啊，你是不是还漏了一个愿望？我呢，哪儿哪儿都大的男妈妈呢？什么叫男妈妈？买都买了，我就试一下。我是撒旦，不是僵尸。别想了，十字架对我也没用。说吧，你另外一个愿望，哪儿哪儿都大的男妈妈是什么东西？男妈妈嘛，顾名思义，就会像妈妈一样，无条件的照顾我、伺候我、哄我、宠我、爱我。你的磁场好奇怪，你好像完全不怕我，而且刚才磁场散发着黄灿灿的光。应该是神圣的光芒吧。不过，磁场这东西属于个人隐私吧，你怎么能随便看？这算隐私？那我还能读取你的想法？等等，你慢着！你想吃掉我？你还想把我按在床上？我的衣服去哪儿了？你甚至幻想了我的文体，你甚至想，什么叫羊角？看起来就是让人当把手抓的。你还敢骑上来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再说下去不能播了。是你自己要读取的，这可不赖我。所以你想要的男妈妈是我。葱段要切长一点，焯水后捞出，然后用蒜粒爆香。速战速决吧。微辣就可以，太辣胃受不了。下肉下肉。要不你来？啊，不用不用。我真是有病，才在这里陪你玩过家家的游戏。撒旦是一个统称，这世上不止一个撒旦，可以理解为恶魔之王，恶魔中的佼佼者。如果你非要称呼我，就叫我的编号937。937，去937，给我炒2菜。在我的鞭策下，937的厨艺一天天进步。他一个不需要吃人类食物的恶魔，已经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做出4菜1汤。你今天炒的这个肉丝有点老，但是我还是把它吃光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是你做的呀，只要是你做的，就是最好的。后来还被我偶然发现，他偷偷用手机查过怎么把肉丝炒得更嫩。半裸季围裙炒菜真的能变够美味吗？事实证明，只要方法用得好，撒旦也能被 PUA。937已经习惯每天男妈妈般伺候我，无论是给我冷脸洗内衣，还是跪着擦地板，他做起来都赏心悦目。现在满意了吗？朕心甚悦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该做点正事了？哎呀，这进度是不是有点快？你可能不了解人类的习俗，我们讲究循序渐进，水到渠成，情到浓处，自然而然就，对吧？你不能说干就干呀。准备好成为我的信徒了吗？我会唤醒你心底的一切欲望，贪婪、嫉妒、憎恨、不甘，你所渴望的都经触手可及。那些阴暗的、扭曲的念头，其实很美，不是吗？是啊，很美丽。我从未见过那么美丽的男人。臣服于我，你的主人
仅赐予你一切。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断膨胀放大，想要，好想要。人类穷其一生追逐的，无非金钱、权力、地位。他只需轻轻撩拨，放大那些欲望，人心底的恶便会自然涌现。可刚才他蛊惑了半天，眼前这个人被放大的，居然只有色欲。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？我身上怎么这么热？你还挺会倒打一耙的。是谁嚷嚷着死之前一定要吃一个这么极品的，然后就啃上来了？啊，我吗？确认这些都是我的成作之后，我不禁有点佩服起自己来。小小的老子好厉害啊，连撒旦都敢亲，还有什么事儿是我做不出来的？我跟恶魔滚床单了，我不会生一个怪物出来吧？你想多了，你接吻不会换气，没亲几个回合就晕了。如果撇开937不是人类这件事，四舍五入，我也算是尝过极品了。你放心啦，其实我一肚子坏水。你们恶魔是不是需要人类作恶的 KPI？ 等我把自己的事情做完，我们干一票大的，保准你业绩遥遥领先。没看出来你能有什么野心，倒是看出来了，你想让我替你扛钱。知我者，主人也。今天我想出门花钱，可这200万现金实在太沉了。好心的撒旦大人，可以帮我拿一下下吗？你不用把这些钱存起来。不用，我要一次性全花光。你果然脑袋有问题。这几面墙上的全部给我插下来。人类真离谱。从这里到那里全部打包。那是我长大的地方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挣到多少钱给福利院里的弟弟妹妹买些好东西。现在终于有机会了。今年的冬天，孩子们不用再怕冷了。麻烦死了。珍妮姐姐，你是把圣诞老人给我们带来了吗？是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。圣诞老人前几天太忙了，今天才轮到给咱们这儿送礼物呢。我可不是什么圣诞老人，你这样的小不点儿，我一口能吃2个。不许吓唬小孩。请您用这笔钱设立一个教育基金，以后除了义务教育，只要他们愿意，还可以继续读书，大学、硕士、博士，知识可以改变一切。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。你当老鹰，我当母鸡，保护后面这群小鸡，懂了吗？你信不信我真像老鹰一样，把这些小东西都抓走，扔到山里喂狼？不讲不讲，你不乐意当老鹰的话，那就当母鸡，我来当老鹰，这总行了吧？哥哥好厉害，我喜欢这个圣诞哥哥。
就这样一直疯玩到天黑。我坐在台阶上喘气，头发有些乱，衣角也被孩子们扯皱，脸上却是个满足的笑。院长妈妈把我的手郑重地放在了撒旦937的手里。我们这儿的孩子命都苦，现在看到小叔过得好，身边还有你，我很放心。九先生，往后的日子，拜托您多照顾他。这孩子一忙起来就不好好吃饭，总是随便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院长妈妈，你放心吧，他现在天天给我做饭呢，厨艺可好了。记住啊，不管走到哪儿，都要好好吃饭。看，是初雪。那个人知道我是你主人，为什么说把你交给我？主人，这个说法对我们老院长来说，可能有点太超前了。我说，你是我丈夫。乌兰，你知道做撒旦的妻子有什么代价吗？你要死了。胃癌晚期，以人类目前的医学水平，治不了。这不是第一次知道，而是不得不再次确认。我的人生用尽全力，还是一塌糊涂啊！信女愿一生大鱼大肉，腰缠万贯，只求哪哪都大的男妈妈一枚。另外给我拿100万，谢谢。没想到还真实现了，老天奶，总算开眼一回。对不起啊，骗了你。我要死了，没法帮你干坏事冲业绩了。他仍旧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脸上没有一丝被逗笑的横艳，眼神反而冷得ฆ่人。病房白光照在他脸上，把那份沉默拉得很重。为什么不许愿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？可以吗？不可以。如果你许愿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也许就不是我了。937是一只大度的撒旦，说我也不是完全没有作恶，耍了撒旦怎么不算一种作恶？所以他会亲眼看着我死去。我会去天堂吗？会。天堂有天使吗？有。那天使比你帅吗？没有。你骗人！我可看过希腊神话的天使雕塑，一个个都是贱模脸，还不穿衣服。忽然还有点小期待呢。你想象的太美好了。那些天使对每个遇到的女孩子都说说。亲爱的女士，你知道吗？遇见你我才明白，天使应该是形容你这样的女孩子。请问我是否有这份殊荣亲吻您的手背？四处留情的白毛裸身癖，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期待。哎，你说有没有长着黑色翅膀的天使？没见过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。我见过。4岁那年的冬天，妈妈说带我去赶集，我开心的又蹦又跳。
可他没领我往镇上去，反而走进了后山。山路越走越荒，我到现在还记得枯枝划过棉袄发出的响声。妈妈说她迷路了，得去找找方向。她让我站在原地，乖乖的，千万别动，等她回来。别动，等我回来。后来我等啊等，等到天完全黑了，妈妈还是没回来。山里夜风像刀子，割得脸生疼。我的眼泪刚流出来就冻在了脸上，我又冷又怕，连哭的力气都没了，意识一点点沉下去。迷迷糊糊中听到有别的声音，我用尽力气掀开眼皮，是个男人的影子，融在比夜色更浓的黑暗里，看不清脸，但我记得他长着巨大的翅膀。后来再醒来时，我已经在福利院暖和的床上了。是一个早起扫街的环卫工人发现我躺在福利院那门口的，真厉害，居然一个人走到了福利院。可我明明一直在等妈妈，而且那座山离福利院很远很远，坐车都要好久。我有印象俯瞰过整座城市，灯火是小小的，一片一片的，像倒过来的星河。肯定是那个黑色天使救了我。你该睡觉了，病人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撒旦的前身，又称堕天使，身体每况愈下。我睡着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偶尔睁眼，窗外的光线角度似乎都没怎么变，一天便恍惚过去了。于是我开始分不清白天和黑夜。937，最后再帮我一个忙好吗？帮我处理我的后事吧，不要让院长妈妈知道我不在了。我跟她说过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国外生活了，就让她这么以为吧。她眼睛本来就不好，要是知道我死了，肯定要把眼睛哭坏的。虽然眼神还跟以前一样冷冷的，但我似乎能读懂一些了。这大概就是看将死之人的眼神吧。这一次他没有嫌我麻烦。好。那一瞬间竟有种近乎神是圣的错觉，神怜悯世人。谢谢你937，祝你开心。这是江叔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直到面前这具身体变得冰冷，他才真正意识到江叔离开了。很奇怪，死亡本该是恶魔最熟悉的东西，为什么他不得劲儿？很不得劲儿。胸腔里被从未有过的情绪填满，他说不上来这是什么感觉。但如果此刻死神敢亲自来接江叔的话，他会想捏爆死神的脑袋。生和死不过是一个循环，就像列车车到站有感觉，第二天仍然会重新出发。让他产生奇怪情绪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后来937终于搞清楚了，他不想江叔忘记他，而这种情绪叫做伤心。937，你把人类的尸体带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这是我的妻子。你没事吧？人类很短命的。那又如何？他的每一世你都要从头跟他认识一遍，不觉得麻烦吗？而且，你怎么保证他每一世都爱上你？人类很胆小的，大概率会找个跳大神的做法送走你。行吧，你收拾收拾，去地狱捞人呗。现在兴许还能见上一面。他在天堂。我就说日子不能过得太舒坦，同事都开始找死了。死的时候，好像有人抱着我，很暖。江叔，江叔，谁哭了？总不至于是937吧？撒旦哭丧，这也太奇怪了。而且是他告诉我还会有来世的，那还有什么值得正常难过的呢？善良的人们会在这里居住一段时间，然后等待下一世人生的开启。天使们会给我们分配居所。我在人间的积分还挺高的，分到一栋带花园的小别墅。领路的天使很好看，真的不穿上衣，身材真的很好，每块肌肉都好像在闪闪发光。我低着头跟在他后面偷乐。哎呀呀，
是哪家新来的小可爱？这样不小心，我们已经到家门口了哟。新来的小糊涂，我是你的专属天使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麻烦我，没有事也欢迎麻烦我，因为我只属于你一个人。937真的没骗我，天使好会撩人啊！专属天使大人，有不知死活的撒旦闯上天堂来了。地狱有路你不走，天堂无门你闯上来。美丽的小姐，请允许我离开片刻，等我处理完那个丑陋的黑角怪物，再来陪你，好吗？937，恶魔身处天堂，每分每秒都在承受侵蚀与惩罚。一路走到这里，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。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，忘了问你。什么？你说是我妻子这件事，还算不算数？什么？江叔，你最近状态不对啊，怎么老是发呆？我跟你说一件事儿，你可别害怕啊！快说快说！我好像沾上脏东西了，你见鬼了？不是，小龙人？不对，还有黑色的巨大翅膀，蝙蝠精？不对，它那个翅膀有羽毛，乌鸦精？好像也不对。什么妖精会站在对面楼天台上，单手插兜，然后一双红色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看？别怕，我妈妈认识一个老道士，可灵了，我回去问问我妈怎么联系。有用吗？听说厉害着呢，不管什么脏东西都给你灰飞烟灭喽。那好吧，试试看。痴情的乌鸦精啊，再等一试吧。你老婆不认识你，打我干什么？尝试了跳大绳、求护身符、贴黄纸等各种方法无果之后，我彻底摆烂了。因为不驱魔还只有一只，驱魔之后变成2只。937的同事没话了，他不明白937追老婆把他绑来干什么？怎么，我也是你们当中的一环吗？最怕这种战力超强、智商不行的了，真是倒霉催的。他堂堂一个编织内撒旦，居然在这陪人玩什么追妻火葬场。说起火葬场，要是能烧死丫的就好了，臭情侣都烧死，单身狗万岁。下课后回寝室的路上，我眼见着937那位同事把学长拖进了小树林。学长，喂！把你的狗眼珠子从我大哥女人身上移开！告白悲剧一次就算了，还敢来第2次？对不起，学长，这是我老家亲戚，他刚才是不是吓到你了？你别害怕，他其实是这里不太灵光。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准吓我同学！你们是撒旦哎，不去干点正事吗？整天恐吓跟我告白的人算怎么回事？姑奶奶，我不吓跑这些不怕死的，等你家那位吃起醋来，他能直接拧断人家脖子。他还敢动手？恶魔的脖子也是脖子啊！哦，原来是他的脖子，那没事了。晚上，我怒气冲冲地跑到937的别墅兴师问罪。这位撒旦如今在人类世界有一个新身份——商界新贵。毕竟对于撒旦来说，搞钱太容易了。我准备去趟金三角，墨西哥也行。写在这上面的赚钱办法都不可以用，要不然我报警抓你。那也得警察抓得到我。行啊，那你爱干什么干什么。反正休想跟我结婚，因为啊，影响我的孩子考公。后来937老老实实搞钱去了，可没过多久他就发达了。知道对方的底牌，想输都很难啊。差点忘了，撒旦能读取别人心声，这世上他唯一不能读取的人类，大概只有我了。
因为撒旦认定的新娘，他所有的法术在他身上都无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此人就如同醋缸转世一般，患得患失。活了几千年的单身老男人是这样的，你让他吧。在心里默念3遍，不跟老东西计较。拜托，您可是撒旦，恶魔之王，心眼怎么就这么一丢丢？他最近的厨艺是越发精进了。此刻垂眸专注，侧脸在厨房暖光里显得格外俊美。觊觎撒旦妻子的人类，难道不算自己找死吗？我们还没结婚呢。吃干抹净就想不认账了？我站在原地抠手指。自打我恋爱那根神经开窍之后，937简直像照着我的幻想长的。这么说吧，它根本就是长在我的审美上。这不是诚心让我分心吗？至于为什么我和937还在是不公开的状态，首先我还没想好怎么跟爸妈交代。从小到大，我爸妈就把我当成宝贝宠着，普通人类都很难过他们这一关了，更何况一只恶魔，这简直比我出柜更让人难以接受吧。我现在明明有人类身份，为什么还不能公开？味道不错，大总身份好是好，可我现在是大学生，你明白吗？大学生怎么了？大学生和霸总组合一下，我有点像你的根。根？哎呀，就是像包的关系。我养你，没问题。算了，我给你下几本烂世子小说看看吧。霸道总裁新奸宠，金圈太子爷没根啦，总裁夫人她又跑了。转移话题，看来你是真的不想负责啊。撒旦，你吃干抹净都敢跑，胆子可真大。我实在抵抗不了这张伟大的脸。停止，把我先放下来啊！我负责还不行吗？等我读完书，我就娶你啊！晚了，求饶的话，留着一会儿慢慢说。恶魔冰冷的指尖顺着江疏的脖颈缓缓划过，所到之处留下绯红的痕迹，像雪地里绽开的梅。我想永远这样和你在一起。哦，你现在好美。我实在站不稳了，也看不出到底美在哪里。此刻的我简直像被老鹰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小白兔，只要他稍稍一松手，我大概率会直接跪在地上给他磕一个。各种好话都说了一遍，但这位魔王眼中的暗火仍未尽兴。老公，老婆，再多叫几声。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是我的小苦瓜般的前世，他的怀抱温暖宽阔，令人心安。我梦到我上一辈子好可怜，从小就没有妈妈。你上辈子抱着我不肯松手，吃我豆腐时也是这么说的，还说男妈妈也是妈妈，有奶也是娘。真是一点没变。读博第3年，我终于决定给9377个名分。他大概没想到，当年那句等我读完书就娶你，竟让我把书读成了此恨绵绵无绝时。在我导师有一次发怒说要给我延毕的时候，我分明在937眼里看到了杀意。那天回家，937一直闷闷的，冷脸洗内衣，冷脸擦地，冷脸做饭，就连晚上也冷脸做饭。第二天早晨，我是在一阵悠悠的歌声里醒来的。看来是这支恨嫁撒旦的歌单。在这样一个寻常的早晨，我踩着窗外照进来柔软的阳光，从背后轻轻抱住了正在做早餐的他。荷包蛋我要留心的哦。你的口味我还不知道吗？那我们结婚吧。